现在澳洲股市都冲破天际了，到底是泡沫要崩盘了，还是我现在冲进去准备当最后一个接盘的人？如果你现在心里也有这个疑问，看住大盘天天红彤彤的，看住别人在赚钱，自己却在旁边闲着急，或者你手头上有点闲钱，却因为害怕亏损而不敢动，那我要求你一定要把这支影片看到最后。今天我不跟你扯那些什么 K 线图、市盈率之类让你听到头晕的专有名词，我就用我们每天过日子的真实经历，把你心里的焦虑彻底扒开，看看这波所谓的历史新高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赚钱密码。而且影片的最后我准备了一个超级实用的 bonus， 一个你现在就可以马上行动，悄悄布局的隐藏版机会，保证外面很少有人会这么坦白的跟你说。你摸着良心问问自己，每次看到新闻报股市又创新高的时候，你心里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是不是完了，太贵了，买不下手了？我跟你们说，我以前就是这样。我记得好几年前澳洲股市也经历过一波猛涨，那时候我刚接触投资没多久，胆子小得像蚂蚁。我每天看住新闻播报 ASX 200指数又破了记录，心跳就快得不行。我那时候就在想，这肯定是不正常的，这肯定是那些有钱人在割韭菜。于是我就做出了一个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的决定，我把我手里那些好不容易涨了一点点的股票全卖了，换成了现金，死死的揣在怀里，每天晚上看住银行户头那点微薄的利息，心里还美滋滋的想着等股市崩盘了我再去捡便宜。结果呢，我眼睁睁看着那个我觉得是高点的数字变成了后来的起涨点，我错过了一整年翻倍的行情，那种踏空的感觉说真的比亏了钱还要难受。每天晚上躺在床上都在拍大腿，心想着要是当时我不那么怂就好了，那种明明财富就在手边却被自己亲手推开的无力感，我相信很多现在在荧幕前的你们一定感同身受。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澳洲股市到底是不是一个随时会破的巨大泡沫？什么叫泡沫？我们不用专有名词，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生活例子，大家都有去超市买过菜吧？假设现在超市里有一颗高丽菜，平常卖5块钱，突然有一天大家都听说高丽菜能治百病，或者是某个大明星说吃了能长生不老，于是所有人疯狂去抢，价格被炒到了50块钱一颗。这个时候这颗高丽菜本身变好吃了吗？没有。它的营养价值变高了吗？也没有。它能卖到50块，纯粹是因为大家觉得它会更贵，这就叫泡沫。只要有一个人突然醒悟过来说，这不就是颗普通高丽菜吗？价格就会瞬间崩盘。但是现在的澳洲股市真的是那颗被炒到50块的高丽菜吗？我们来看看真实的生活场景。前几天周末，我为了放松心情去了一趟雪梨市中心的商场，想着随便逛逛吃个饭，结果呢，停车场我绕了整整3圈都找不到车位，餐厅门口全是排队的人潮，每个人手上都提着大大小小的购物袋。再去看看我身边的朋友，有在忙住看房买房的，有在计划家里重新装修的，哪怕新闻天天喊住物价贵，房贷高，但你仔细观察，大家的生活品质有真的大打折扣吗？那些提供我们日常所需的大公司，像是联邦银行、Woolworths 超市、BHP 矿业公司，他们每天依然在赚着我们口袋里的钱，甚至因为物价涨了，他们赚的更多了。这就是基本面，这不是虚无的幻想，而是你我每天都在贡献的真实利润。当我们在讨论澳洲股市为什么能创新高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了一个巨大的政治和全球大环境的影响。现在这个世界你们也知道，到处都不太平，某些大国在打贸易战，某些地方在打实体战。全球的富豪和财团现在最怕的是什么？不是赚不到大钱，而是怕手里的钱不安全。在这种情况下，澳洲就像是一个在全球风暴中心的避风港。我们有矿产，有资源，政治相对稳定。重点是我们离那些混乱的中心很远，那些国际上的大资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热钱，就像是逃难一样，急住找一个安全又能稳定生金蛋的窝。他们看了一圈，发现澳洲那些老牌的有实实在在赚钱能力的公司，简直就是这世界上最诱人的香饽饽。所以这波新高很大一部分根本不是我们普通小散户盲目跟风炒起来的，而是那些超级资金为了避险和保值，硬生生把资金砸进来的结果。当你明白了这一点，你就不会再被那个新高的数字给吓到了，因为推动它上去的不是虚无缥缈的传言，而是实打实的资金和真实的经济需求。但问题来了，既然这不是单纯的泡沫，那我们普通人现在还能进场吗？这些聪明的钱到底悄悄流进了哪些板块？又有哪几个行业是接下来必定会爆发，而很多人还没注意到的？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深挖的核心。如果你连钱往哪里流都不知道，那你永远只能在别人吃完肉之后，跟在后面喝一点剩下的冷汤。我跟你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真实经历，大约半年前，我跟一个认识很多年，做实体生意的大老板喝咖啡，他那时候眉头深锁，跟我抱怨说现在全球局势太乱了，今天这里打仗，明天那里制裁，他的供应链被打得乱七八糟，现金放在手里，天天被通膨吃掉，甚至他的一些海外资产因为当地政局不稳，让他整晚睡不住觉。我就问他，那你打算怎么办？他喝了一口黑咖啡，压低声音跟我说，他把手上一大半的闲钱都丢进澳洲那几家老古董公司了。他口中的老古董，不是什么听起来会改变世界的超炫酷高科技，而是我们每天生活中根本离不开的行业，也就是银行和资源矿产。这就是我想跟你们说的最真实的资金流向。很多新手小白一进股市，最容易犯的一个心理大忌就是喜新厌旧，总觉得要买那些听起来很厉害、名字很高大上的新兴公司才能赚大钱，看到那些传统的老公司，就觉得哎呀，股价都这么高了，肯定涨不动了，然后跑去买几毛钱的垃圾股，幻想着明天就能翻10倍，结果呢，往往是被套牢到怀疑人生。但你想想真实的生活逻辑，现在物价涨，利息高，大家都很穷，房贷压得喘不过气，可是你每个月的房贷敢不缴吗？你出门买东西敢不刷卡吗？你就算勒紧裤腰带，也是把钱乖乖交给了银行。所以当你在抱怨利息太高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谁是最大的赢家？就是那些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大银行啊。这就是为什么大资金会疯狂涌入这些板块，他们不傻，他们知道在经济充满不确定性、政治局势动荡的时候，大家可能不会去换新手机，不会去买奢侈品，但绝对不能没有水、没有电，不能不还贷款。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大金矿，也就是资源。我们打开电视看新闻，大国之间为了抢夺未来的控制权，在争什么？争新能源，争晶片，争基础建设。而这些东西的源头是什么？是铜，是铁，是锂矿，这些深埋在地底下的石头。澳洲别的没有，就是家里有矿，无论外面世界怎么吵，怎么打，他们要发展就得捏着鼻子来跟我们买这些原材料。所以我的一个好朋友在西澳开矿场设备公司的，他告诉我，现在订单根本接不完，有些甚至已经排到了2年后。你想想看，如果连下游的设备公司都赚得盆满钵满，那上游那些拥有矿权的巨头公司，他们的利润会有多恐怖？所以资金的流向已经给了我们最明确的答案。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真正能稳住阵脚，甚至带你穿越牛熊市的，就是这些无聊但超级赚钱的刚需行业。那如果你现在还在犹豫，觉得股价都已经涨到历史新高了，现在买入是不是在替别人抬轿？其实这种恐高心理是人性中最难克服的障碍。但我必须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现实，在金融世界里，新高往往是下一个更高点的起点。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因为这背后有一股你看不见的推动力，那就是全球的货币贬值。你想想看，10年前的100块澳币能买多少东西？现在的100块又能买到什么？当钱变得越来越不值钱，那些拥有真实资产的公司，比如拥有几百年开采权的矿场，拥有全澳洲几百万用户的银行，他们的价格自然就会水涨船高。这不是因为他们变贵了，而是因为钱变薄了。所以当你看到股市创新高，其实是市场在告诉你，大资金已经对现金失去了信心，他们宁愿在高位买入优质公司的股份，也不愿意把钱放在银行里发霉。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澳洲股市的走势依然会非常强劲，特别是我们要关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那就是全球的降息预期。一旦利息开始下调，那些原本躺在银行定存里的几千亿资金会像洪水一样涌向股市，去寻找更高回报的地方，而澳洲这些分红慷慨、业务稳定的龙头股，就是这股洪水首当其冲要灌溉的地方。所以对于未来的走势，我的分析很简单，短期内可能会有震荡，因为涨多了大家都会想获利了结，但中长期的趋势是向上的，因为支撑这个市场的底层逻辑没有变。如果你是一个手头有点闲钱的人，现在最应该做的不是去预测下个礼拜是涨是跌，而是问问自己，你有没有在这个增长的列车上站到一个位置。我认识一个朋友，他从3年前就开始喊澳洲股市太贵了，一直等着崩盘好进场捡漏，结果这3年间他眼睁睁看住股价翻了倍，分红领了好几回，他却还在那里握着日益贬值的现金苦苦等待。这种心理上的折磨其实才是最大的亏损。所以我的投资建议非常直接，停止你的焦虑，
放下你想要一夜暴富的赌徒心态，与其去猜大盘明天是涨是跌，不如把眼光放在那些无论世界怎么变，大家都得乖乖给他送钱的好公司上。你要学会站在大资金的肩膀上，他们买什么，我们就跟住布局什么，而且一定要记得，澳洲有一个全世界都羡慕的财政政策，那就是红利抵免制度，这对我们长期持有股票的人来说，简直就是政府送给我们的额外红包。当你把这些因素全部加起来，你就会发现，所谓的新高其实只是一个数字，真正核心的是你手里的资产能不能帮你抵御未来的风险。既然我们看懂了未来的趋势，也明白了资金为什么会疯狂涌入澳洲，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最前货的内容，也就是具体要怎么操作，万一我一进场就跌怎么办？我跟你分享一个心态，投资不是赌大小，投资是看胜率。很多人进股市总想着要抄底，想等跌到最低再买，我告诉你，这跟在墨尔本街头等一个从不迟到的火车一样难。我身边那些真正赚到大钱的人，从来不猜最低点，他们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分批进场，与时间做朋友。如果你现在手里有10万块，千万不要今天听完我说就一把梭哈全部砸进去，那是赌博。聪明的做法是把这10万分成5份或10份，每个月雷打不动的投进去，涨了你手里的货值钱了，跌了你同样的钱能买到更多股数，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平均成本法。这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这就是生活智慧。就像你去超市买水果，这周贵一点你买少点，下周特价你多囤点，长久下来你买水果的平均价格一定比那些冲动消费的人要便宜得多。而且你要学会观察身边的信号。我有个亲戚，他在一家大型物流公司上班，他跟我说，最近这半年发往矿区和主要城市的工业零件数量明显增加，这说明什么？说明大企业都在加码投资，这就是最真实的市场信息。所以对于未来的投资建议，我有3条最直白的原则。第一是别碰那些听起来很美的小公司，澳洲股市有很多几毛钱甚至几分钱的小矿股、科技股，每天在报纸上画大饼说发现了什么超级金矿，相信我，那种几率比中乐透还低。在现在这种高位行情，大资金追求的是稳，所以请盯紧那些市值前20名、前50名的龙头老大。第二是关注高股息，澳洲股市的分红是大放出了名的，如果你买的公司每年能给你 4%、5%甚至更高的分红，再加上退税优惠，那就算股价短期不动，你每年领的现金也比存银行强太多了，这在心理上会给你巨大的安全感。第三是紧跟政策红利，留意政府最近在推什么，比如绿色能源转型，这不是口号，而是实打实的钱。那些跟铜、锂、镍相关的领头羊公司，未来的路还长着呢，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住的机会。其实说到底，投资最难的不是技术，而是心态。为什么我说这支影片很重要？因为在投资这件事上，很多人往往更有冲劲，但也更容易因为那股胜负欲而掉进陷阱。但我发现那些能笑到最后的，反而是那些能冷静观察生活细节，不被情绪左右的人。你不要看住荧幕上的股价跳动就心跳加速，你要想，你买的不是一串数字，你是这家银行、这家矿场、这家超市的小股东。只要大家还要生活，你的资产就在为你工作。这种心理建设能让你即便在市场波动的时候也能睡个好觉。当你真正建立起这种当股东的心态，你就会发现市场的波动不再是威胁，而是送给你的礼物。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投资的层次到最后拼的都是认知和心理素质，而不是谁的技术指标画得更漂亮。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大时代的转折点，澳洲股市的创新高仅仅是一个表象，它背后代表的是全球财富正在重新分配，而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个资源丰富、法治健全的土地上，已经比世界上很多人都领先了一大步。所以不要让你的恐惧淹没了你的机会，也不要让你的贪婪蒙蔽了你的双眼。好了，说好的 bonus 送给大家，这是我压箱底的私藏小锦囊。很多人问我，如果真的遇到大回调，手里的股票缩水了，心里承受不了怎么办？我这里有一个我一直在用的30现金护航法，不管行情看起来多好，永远要在你的投资账户里留出 30% 的现金。这笔钱死活不动，这 30% 不是让你拿来生那点微薄利息的，它是你的勇气基金。当市场真的出现 10% 甚至 20% 的大跌，当身边所有人都在恐慌尖叫，急住割肉逃命，甚至连新闻媒体都在渲染世界末日的时候，这 30% 的现金就是你反败为胜的子弹。你会发现，因为手里有这笔钱，你不但不会害怕下跌，
反而会像看到心仪已久的奢侈品商场突然全场3折大减价一样兴奋，你会气定神闲的进场扫货，这种心里有底的感觉才是让你能在股市里拿得住票，赚得到大钱的核心秘密。我再送大家一个进阶版的小妙招，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选股，那就去看看澳洲最大的那些养老金公司都在买什么，他们有最专业的团队和最长远的眼光，跟住大象走虽然慢一点，但绝对稳当。最后我想送大家一句话，投资不是为了让你一夜暴富，而是为了让你不再因为没钱而妥协，是为了让我们在未来的某一天可以底气十足的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说到这里，我还想跟各位分享一个对投资者来说生死攸关，但我前面还没来得及细说的关键，那就是你要学会区分价格和价值。很多人在股市里摸爬滚打一辈子，最后还是亏钱，就是因为他们只盯着荧幕上那个跳动的数字，也就是价格，却从来不去看这家公司背后的价值。我给你举个最扎心的实例，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某家公司出了一个听起来很糟的新闻，比如被政府罚款了，或者是某个季度的利润比预期少了一点点，股价就立马像跳水一样跌个不停。这时候90%的人都会因为心理恐慌而赶紧卖掉，怕跌得更多。但如果你冷静下来想一想，这家公司的店还在不在？他的客户有没有跑光？他在澳洲的垄断地位有没有被动摇？如果答案是没有，那这个下跌的价格就是市场送给你的折扣。真正的投资高手心里都有一把尺，他们知道这家公司值多少钱。当价格低于价值的时候，他们会像猎人一样冷静出击。你要记住，在澳洲股市这种成熟的市场，好公司是不会轻易倒闭的，他们只会经历暂时的感冒。如果你能练就一种无视短期价格，专注长期价值的高级心理素质，你就能从一个被市场牵着鼻子走的散户，变成一个真正掌控财富的赢家。这种思维的转变，往往就是赚小钱和赚大钱之间的分水岭。讲了这么多宏观的趋势和心态，我知道你们心里最痒的是什么？你们一定在想，能不能直接告诉我，到底哪几只股票具备这种被低估的价值？具体哪几家公司才是未来5到10年最值得抱紧的钱袋子？说实话，我手头上确实整理出了一份澳洲核心资产布局方案，里面详细对比了几家龙头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和分红潜力，但这份方案比较私密，也需要大家有一定的认知基础才能看懂。如果你真的想要这份方案，想知道具体该关注哪些名字，请你在评论区留言我想布局，如果留言的人数够500人，或是点赞过1000，我会视为大家真的有诚意想学习，我就会把完整的方案公开分享给所有人。如果你想提早布局，也可以加入会员，我会把方案放到会员频道，让会员优先解锁。最后，我也要负责任的提醒大家，今天我分享的所有内容，纯粹是我个人的观察、亲身经历和投资心得，仅供大家参考交流，并不构成任何绝对的投资建议。金融市场风云变幻，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大家在做决定之前，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去做最后的评估，千万不要盲目跟风，毕竟你的钱是你辛苦赚来的，只有你自己才能对它负责。那么，听完今天的分享，你觉得现在的澳洲股市对你来说是难得的机会，还是让你却步的挑战呢？你是打算继续观望，还是已经准备好你的勇气基金进场了？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交流你的真实想法。如果你喜欢这种不讲废话，只讲钱货的内容，请一定要帮我点个赞，订阅关注我的频道，并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正在投资路上摸索的朋友。你的支持就是我持续分享的最大动力。这里是赚钱角度，我们下期视频见，拜拜。